有道理，有道理。填土之道，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所有的东西，主要是指酒的部分，当然还有食物，不是食物，应该讲食材。好，那有酒有菜才能够。其实不用酒就可以喂饱人了，但是有酒有菜可以让你觉得吃起来更愉快。不是每个人都要喝酒，也不是要过量的喝酒，我讲的是刚刚好，刚刚好。这种刚刚好，除了量之外，还有包含说你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搭配的尝试，这样会最好。当然有些人喜欢用品酒、猜酒、盲测什么的，这个也无所谓，这是玩，像游戏一样。只是游戏归游戏嘛，你今天你就算猜得准，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等你的玩过的次数够多，你就知道你越猜越不准啊。因为为什么不准？不是你退化了，而是你喝过越来越多的酒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很类似，特别是老酒的部分，这个之前我都提过了哈。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昨天我没有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清酒酿造的部分。昨天提到的是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进入曲式的动作，一曲二圆三造，圆就是9亩。我这边其实底下应该是还有一个米，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挂米，挂是挂起来的挂，挂衣服的挂。那我昨天也提了，蒸米这个东西呢，是把所选出来的米呢一路处理完了之后，它们都是同一种米，只是把它区分成曲米、9亩米跟挂米，最主要是因为它先把它的需要的部分给弄好，有点像炒菜一样，青菜先切好，牛肉先准备好，蒜头先准备好，等等的。你先把料都备齐的时候呢，在炒菜的时候才不会慌。那这些米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米，只不过他们的角色，到时候要去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我昨天也有提了，你可不可以有弄另外一种米在蒸米的时候是去处理2种蒸米？可以，但是不要同时做。只是说你要这样处理的过程中，就表示说那种米是在扮演取米、9亩米或者挂米的时候，它可能是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比方讲，最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取米这个阶段。也就是说，那个米可能是另外一种的米，它去把它蒸熟之后拿来当取米的角色。通常这个就是某些酒造会这样做。各位看酒瓶子后面上面写的东西，有时候它就会写曲米是什么，挂米是什么，甚至还有所谓的曲步合然后它使用了多少。这个有关于曲米的部分，这个曲步和曲的部分，以后我就会特别再讲。因为今天是要讲流程，我要把流程给完成，所以我这边就不提太多。今天我有稍微改进了一下我这个讲话的速度跟这个影片，我希望它能够对得起来。很抱歉，昨天那个影片因为1个多小时要去一段一段去改里面的字，真的很麻烦。我昨天去第一次录的时候没有录到声音，第二次录的时候呢没有抓好这个影片跟这个录音的这个彼此的同步的状况，所以导致那个字幕跟我的语音的延迟了对不上。而且因为这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所以在 AI 在判读的时候很多错字，我改到一半我就实在改不下去，因为实在太累了。那么我们今天把它继续下去希望这次 AI 能够稍微进步一点。昨天讲到我把这个蒸米分完了之后，一部分要做曲米，
一部分要做酒母米，一部分要做挂米。这时候呢，先把曲米先取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 portion，就是分量是不一样的而已哈。曲米会送到曲室，曲室里面就是一间房间，有控制温湿度，然后通常里面都会有长的木桌，或者是小的那种像方格子，就是像筛网那样，但是它是实心的哦，就是不是实心的，它是不是筛子？它是一个木盒，这样扁扁的木盒，那个也可以拿来做曲，就是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个米呢，蒸米呢。分布在这些桌子或者是这个木盒子里面通常不会只混在一起用了。如果它单纯的就是放在这个所谓的木床上面的话呢，这种叫做床，这种制法叫做床曲。如果是放在那个小的木盒子，很多木盒子叠在一起的那种木盒子，那叫做箱曲箱子是箱子的箱。但是我们不讨论这么多，就是说我们假定它里面就是放了2个长桌子木桌子通常都是块木或杉木的桌子，里面那个操作人员跟进入无尘室差不了多少就是他考虑到让曲菌有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那我昨天有特别提到了说，当我们把这个曲菌和曲米一起放进来的时候，过程中要制曲嘛，那制完曲呢，就是撒上曲菌，撒上一点很平均的在这些曲米上面呢，撒上一些曲菌，让它去生长2天。生长2天完了之后，每颗米呢，他们希望杜氏希望这个曲菌能够在每颗曲米上长到适合的样子。注意我这边其实有留了一个伏笔在这里，就是说，当然全部长满是最好，但是杜氏可能会因为某些需求，它可能会有一些策略。这边我先不谈，我们就假定它是每一颗米都长满了曲菌。这时候的呢，这一颗米呢，本来是曲米的这一颗米呢，因为上面有曲菌，那曲菌是白色的看起来其实还蛮可爱的，然后闻起来整个曲室面都香香的，有一点烤栗子的味道，蹦米汤烤栗子的味道。然后这个每颗米呢，因为曲菌的菌丝呢生长进去，为了要取得米心中的水分，所以在过程中它生长，它就会产生很多东西。这里面的东西呢，2个最重要的就是2种酶或讲酵素。酶是一个肉字旁一个每天的每不是发霉的霉是那种酶就是酵素的意思，转化酶。一个是糖化，一个淀粉转化酶，这糖可以转化成为糖的酶，可以帮助淀粉转化为糖的糖化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分解酶，因为它可以让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这2个东西都存在原来的这个米之中当然，它在生长的过程就好像葡萄的生长一样它在把根深入到米的米心里面的时候，就好像葡萄生长根往地里面去钻一样，它会吸收，它除了生长之外，它还会过程中还会吸收分泌，还有产生其他的化学物质。所以这时候的曲米就变成一个不单单只有吃起来甜甜的味道，它除了还有甜味，有甘味，还有各种各样子的化学物质这个化学物质呢，就是会影响到时候最后在酿造酒的时候，酒中的这些我们很难形容的这些各种的香气，或者是有关于它的这个甜辛口甚至带一点点所谓的无妈米的味道等等的鲜味等等的。所以你把曲做好了之后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葡萄酒9月份生长完毕，阳光照射什么的，然后让
这些葡萄果的滋味特别的丰富，一样的类似的道理哈。那这个等到曲做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堆葡萄，然后上面这个只是它是白米，然后上面有这个曲米跟这个原来的，还有它不会完全分解掉，还是有原来的米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把那个曲米拿出来吃哈，我有吃过，吃起来很像栗子，粉粉的，然后这个有甜味，而且有香气，真的很像烤栗子的味道。然后也有一点点像蹦逼胖的那样的味道。其实这个地方很仔细去操作，不会让外面的微生物进去的话呢，这个曲长出来呢，其实整个房间都是很香的，香气十足的。这是谷类特有的那种香气，因为栗子也是谷类嘛。它跟葡萄的那种果香是不太一样。这个时候的所谓的曲米里面，并不会有什么哈密瓜、什么苹果啊、香蕉、木瓜等等的味道，它单纯就是属于比较谷类的所谓的烤地瓜啦，类似像烤地瓜啦、烤这个栗子这样子的味道。当你把曲都治好了之后，这时候我们就要选出酵母了。前几集我有提过，酵母可能是丈夫酵母，可能是协会的酵母。协会酵母就是去某些酒造采集他们这个藏内原生的酵母，酵母就是霉菌嘛，它可能在那边长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酵母可能本质特别的优秀，所以协会会把它，这个酿造协会会去征得同意之后，把这酵母把它采集下来，然后再进行纯化的培养。意思是说，我要弄出一系列完全具有同样性质的，你可以讲 clone 就是复制，有同样性质的这样子的酵母菌。那6号有6号的特性，9号有9号的特性，这个14号有14号的特性，某些花酵母有花酵母的特性等等。这边我也是预留一个伏笔，像我这边写的画了3个不一样的图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说，你可能任选一种，但是各位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可能用2种酵母去酿造？那2种酵母或是多种酵母，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部分呢，我有问过酒造，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是很机密的东西哦。其实清酒要改革很多要进步了，不是要改革，要多元化的话，原料的所有的部分，水是不是可以用2种？这个曲是不是可以用2种或以上？那米是不是可以有2种、3种以上？酵母可不可以有2种、3种以上？都可以去尝试。简单讲呢，你所想到葡萄酒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呢，其实它清酒也做得到，因为它只是多了一个要把淀粉转化为单糖而已。那些果实酒，它的单糖是经过光合作用产生的蔗糖，蔗糖自然在水果里面、果实里面就水解变成葡萄糖跟果糖，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当我们完成制曲的时候呢，它已经很类似葡萄酒了。我讲的不是味道，我讲的是说接下来要做的动作。那你把酵母选出来，我这边还是单一化哈，其实单纯是只选一种酵母出来。同样的虚线表示说，实线的话表示说一定要这样做，虚线的话是可能是3个里面选一个哈。这边是如此，这边是如此，这边也是如此。选出酵母，这时候呢，我们会进到这个叫做曲室，里面有那个板子哈，然后这个有木板嘛，木桌，我们要把这个米放进去，曲米放进去，这边就是要把酒母米给放进去。可是呢，放进去呢，它不是放到那个板子上面，
这时候所谓的九母式，或是所谓的做圆，一个有字旁，在一个1元、2元、1块钱那个1元、2元那个元，在这个九母式里面呢，就不是板子，而是一桶一桶的珐琅桶。做什么用呢？就是把酿造水取，注意哦，我讲的是取哦，不是取米哦，把取还有所谓的9母米，9母的米，它其实也是一样的真米，再提醒一次，但是跟这个米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准备好的这一部分的9母米啊，然后把它一起丢进来，并不是丢到这个9母式，而是丢到9母式里面的桶子，然后他要看他要做出到9母，所以他那个桶子不一定。为什么这时候要有水？是因为在做渠的时候呢，真米本身已经有水分，然后它只是要让渠菌长在上面。可是做这个9母的时候呢，它是要让酵母菌能够撒一点酵母菌进去之后，选出来撒一点酵母菌进去之后，它就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去繁衍生长出足够的酵母出来。它当然不论是曲菌或者是酵母菌，当然你都可以用一次买一堆，然后我就不要去做这些自曲自9母的动作。但是呢，这样太浪费钱了，而且呢，其实自曲跟自9母的过程呢，它还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化学物质出来，所以它对于最后制酒的这些丰富性有无可取代的这个地位在，不是说单纯买这个曲菌或单纯买酵母菌就可以完成的。就好像我们酿葡萄酒的话，理论上就是糖加酵母嘛，但是我们用的是一颗葡萄，而并不是只有葡萄里面把它提炼出葡萄糖，然后再加上水和酵母来酿造，不是这样子的。有些酒厂甚至是连梗连叶子都丢进去，然后最后再把它捞出来的。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让它更复杂化，让这个清酒最后味觉的深度或香气的深度能够展现出来。在我们还没有放酵母进去之前呢，我们要先决定我们接下来的9母是用什么方式来产生。这个什么生源就是这个元，我讲说一个有字旁旁边一个1元2元的元，它其实就是9母的意思或是3沸，我这边少写一个元，但是它其实就是3沸元的方式，或是速酿元的方式，还有其他什么水源或是高速糖化源这些东西呢，各位先不用去记，各位只要知道说这个元的方式，就是说我制作9母，我有各种方式去制作，但是不同方式制作当然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风味上会有差异性，就好像制曲一样，那个在用香曲或者是用床曲来做的时候呢，它那个曲米的那个铺展的情形，它可能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因为最终目的是要让每颗曲米都能够长得按照他们这个杜氏的意思来生长，所以中间的差异性就好像我们在选择不同的圆、不同的生成圆的方式一样，只不过这边圆比这边要复杂那各位如果有看到有一些生圆的，有3沸圆的数量圆一般不会写如果有写水圆或者是写菩提圆水圆就是菩提圆，菩提树那个菩提圆的，它会标示出来的一定是他认为这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酒的味道，这个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如果你要买酒的时候，我讲过日本酒标的很多字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不会讲说它的曲是什么制造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它的曲可能是哪一种酒米，
是一样的酒米呢，还是用另外的酒米去制造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是用三沸元，或者是生元或三沸元或数量元，它也会标示出来，因为懂的人就会一看就知道说，哦，举例来讲，我以后再细讲，但是我先举例来讲，菩提园那种水源、菩提园这种东西呢，它所制造出来的酒的味道呢，会是最传统、最浓郁的那种浓郁呢。你可以从好的方向来看，就是它很传统。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可能不能接受。同样的生源、三沸源也是比较属于味道比较浓厚的清酒制造方式。这个东西都会有改进的所以知道是用什么方式、什么方式制造出酒母出来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通常这个一定会标示在酒标上面。同样的，我打一点一点表示说它是这个选择性的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元我没有写是因为写不下了，用几个比较常见的来代表就好。这时候呢，他把它还没有成为元我只是讲说我要做成什么元，比方讲我要做成生元 ，Y 就是生的意思 ，Y 可能是三沸。Y 可能是数量，就是我要做成这样子的圆，但是在做成这样的圆的时候呢，我要先有酒母米、有曲、有水，加到这个制酒母室里面的这个桶子里面。可是呢，它是要做所谓的圆，我讲过，它是要做酒母啊，酒的母亲啊，就是有这个才能够做出酒啊，就是要培养出酵母啊。所谓的酒母就是一群酵母所形成的集合体，那这个集合体呢叫做酒母。其实这个在台湾在酿酒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称谓所以就好像我们要生小孩，你没有妈妈怎么可以呢？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只是说好，我先决定好用什么方式来做，然后有准备了这些东西。当我已经决定好了之后，其实在做这个方式的过程中呢，就已经会用到这些东西去制作了。但是这边太复杂了，我先不要讲就各位只要知道说，他们选择好这个之后，决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圆，然后决定好了之后，就利用这个东西开始准备要做圆了。这时候呢，酵母也会加进来。这个酵母就是选出来的酵母，加进来之后呢，经过一番操作，可能2天，可能3天，这个部分就要看你用什么方式来制作酒母或者制造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酒母了。我刚写 Y 圆嘛。那现在 Y 酒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完成了，透过1、2、3、4个东西完成了一种特殊的酒母。这种酒母可能是生元酒母，可能是三沸酒母，可能是数量元酒母。那元跟酒母你可以看成是类似的东西了讲一样的话，有人一定会觉得说还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你可以把它视为一样，这样是最简单的方式。做出酒母，好，各位，现在我们还有剩下的挂米嘛？挂米就是蒸米，这个2个都用完之后，剩下的挂米有曲，还有水，还有利用这4个所做出来的酒母，就是有酵母。酒母就是酵母群，一群酵母一桶一桶的。我也有去看过这个发酵的酵母的这个酒母那酒母呢，闻起来会有点酸酸的味道其实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老面，就是制作馒头、面包那种老面。那老面呢，就是这些就好像是面，这好像是老面的那个酵母。把它丢进去，然后把它养出来，从老面开始养出一桶
更大坨的呃这个这个叫什么面包种吧，然后利用这个再去烤面包，类似的道理。当然它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只是做成酒母味，最后呢你要把老面混到这个面包里面去，然后让它再去发酵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点像在做老面，老面把它做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就会从酒母制原，就是做酒母这个酒母室呢，它就会进入我们最后几个步骤之一，最重要的醪造。等一下我会写，但是我先提，就是说，你看我们前面列那么多呢，其实重点我有说过3个。对清酒来讲，一曲、二元、三造、醪造，哪一个醪？这时候把酒母、把挂米、把曲，请注意哦，是曲哦，我在强调的是曲，跟曲是曲米加上曲菌哦，把曲、把水1、2、3、4全部把它按照比例这个比例每个不一样每个酒造有自己的做法这个是醪造的房间，但是它里面就是一桶一桶大桶的，可能500公升或甚至更大的这个桶子，让这几个东西呢，挂米、酒母米、挂米、曲、酿造水，还有酒母一起进入这个桶子里，它会形成酒醪。醪就是这个醪，所以1曲、2元、3造什么？造酒醪，或是1曲、2元、3醪造，一样的意思所谓的酒醪，就是当我们酿造到最后的里面有这个原料，再加上酵母啊，其他的甚至乳酸菌还有二氧化碳、糖啊什么那些东西全部混在一起，已经开始在动作了。这个东西呢，这一桶呢就很浑浊，通常混浊归混浊了，但是以葡萄酒跟清酒来讲，他们最后这些酵母啊、果肉啊、皮啊，或者是米的那个粉末啊，或者是米的酵母啊，或者这个曲菌，或者是一些真米这些东西，都会浮在这个桶子上面，然后而且过程中上面都会有泡泡。为什么？因为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上面都会有泡泡。所以这个酒楼就非常精彩了，就这个泡泡一破掉，你就可以闻到除了二氧化碳那种新鲜的那种气味之外，还有果香，这就是发酵过程产生的果香。这个时候呢，就是清酒很重要的，因为你有曲里面有什么？有曲菌，有酒母里面有什么？有酵母，所以他们是这个拼命的产生这个酵素，把淀粉、把蛋白质分别转化成为糖跟氨基酸，最主要是糖。然后这酒母拼命利用这个糖呢，来在水的环境底下、溶剂底下去产生发酵、酿造，然后生成这个所谓的酒精跟二氧化碳，最主要是这个，还有其他的香料物质。这个是同时，你看同时在这个桶子里面，所以他们同时进行的。因此呢，在葡萄酒里面，它所谓的糖的部分呢，是太阳那边就已经完成了，在果实里面就已经成熟了。可是，在葡萄酒里面，在清酒里面呢，它的糖是从米的淀粉去转化，透过曲菌去转化成为曲，然后再透过酒母去产生酒精的。它的糖分是在这个地方那
你如此一看起来，这边以上的动作就有一点是太阳在做的动作，这边就是也算是人力在做的啦，但太阳或者是所谓的风土在做，但是以日本人来讲，这边也都是人工在做，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清酒是一个制造出来的酒，由这个过程，各位就可以知道它的道理在，然后也是再强调一遍，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有变动，它用不同的方式去达成，或是变不一样的米，或者是水不一样了，或是做圆的方式不一样了，产生不一样的酒母了，或是使用不同的酵母了，这些甚至连这个曲米的比例上不一样了，或者是曲米的种类不一样了，它是用别的米去做成曲米的，都会对最后这个酒醪造成影响，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酒。然后这些过程，只要它有动到的过程呢，基本上它都会写在它的酒瓶的前面后面。所以，请不要只有在拍日本酒时，请不要只有拍酒标的前面。我知道那个很美，但是你至少要拍到它的酒精度跟它的，通常右下角、左下角会有它的出厂日期。注意哦，是出厂日期，不是制造日期哦，因为制造完了可能还要储藏，所以出厂日期才是最准的。然后另外你把酒瓶翻过来，后面通常都会有写这些上面所提供的一些讯息，通常啦，但是有些酒造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你上网也大概都可以查得到。然后有这些讯息，你才可以分辨出这个最后的酒是什么味道。所以只有拍瓶子，我可以跟你讲，你当然是美则美矣啊。可是如果你要做记录，或是你要去猜测它是什么酒的话，这些资讯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个资讯通常都在酒瓶的后面的背标上面。所以如果你你自己在做记录，把这个拍出来的话，我不用看你写的东西，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已经是不是单纯背书拿 SSI 这样资格的人了。就好像葡萄酒，你不能只看到这个马购这几个字就认为说啊一定是好酒。马购有可能是对，的确有可能是这个酒厂，但是也有可能是产区。然后如果你要再去细分的话，当然还可以这个马购区可能还有什么某些特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点哦。如果说酒厂觉得它有可能影响到它的这个酿造的话呢，它可能也会写出来。我讲马购这个不是很准哦，比如说 Pomelo 好了 ，Pomelo 它里面就很多不同的酒造酒厂，所以一样。葡萄酒背标后面也是会写很多东西，虽然它目前比较强调的是它的历史，这酒厂的历史，但是现在新的这些新世界的葡萄酒酒厂，甚至后面还会标明说它是，比如说葡萄的混酿的比例啊，假定还要混酿，或者是说这个葡萄是甚至我有遇到过，他会写出它是哪一种变异种。或者是说它的残糖有多少，它的酸度是多少，然后酒精度是怎么样，当然一定都会写。里面有很多细节，你知道越多细节，你就越容易判断这个酒可能是怎么样的风味。当然前提是你要先知道制造流程，第二个要知道每一个环节会影响到什么，第三个这些什么酸，哪一种酸，它的风格是偏向哪一种。所谓酸度只是一个总称而已，所谓甜度也只是一个总称而已。它有可能是葡萄糖加上果糖，酸度有可能是柠檬酸、苹果酸、乳酸，或者是琥珀酸等等的，甚至是90酸等等，90酸很酸哦。所以这个比例上的不一样，就会造就这个酒的风格的不同。
我现在把它混在一起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理解，但是我也同时也很担心这个我后面用 AI 它在判断我的讲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至少不要出太离谱的差错。酒牢它要发酵30天，所以通常这30天左右1个月左右。这时候呢，因为酒精度会越来越高嘛，那杜氏几乎每一天，不是几乎啦，一定是每一天都会去喝它的现在发酵的状况。所谓30天只是一个大略值要看当年度的状况。有时候酵母的状况特别好，可能就比较短；有时候酵母状况没那么好，那就在延长，或是说不管好或不好，杜氏就觉得它需要达到什么效果，那这就不一定了。但是我有去试喝过，我有试喝过刚刚入桶没有多久的酒牢那个味道就比较还可以个别喝出米啊、水啊什么的那种其他的的物质在，但是已经有酸味了。那个酸味主要来自于这个乳酸也有喝过快要准备要去压榨的，就是快要完成的酒，这时候那个这个房间里面几乎最充满的、最浓郁的香气，几乎都是苹果的味道，红苹果、黄苹果等等的味道，甚至还有一些是有一些花香。所以，我之前也提过，台湾的某些有在做酒的，有时候我进去闻到了有点像肥料厂的味道，那表示他在劳造的过程中没有做得很好。日本那个通常都是很干净的我讲通常我们也不必讲说日本一定是第一啦我只是讲通常，至少我拜访过的几个都很干净，里面都非常干净。然后每一桶酒桶上面都会标明这是用什么酒米，它会贴标签，什么酒米什么时候上槽的，什么时候上槽就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槽桶发酵槽发酵桶里面的，然后什么时候用什么酒米，然后它的精米步合多少，用什么酵母，有时候上面会写2个酵母，我就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才会问那个酒厂老板，他知道我会去看这个东西，他也允许我拍下来，他只是笑一笑说这是他们的秘密那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也不好意思问太多。你看日本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或是它里面有2种酒米，它也会写，然后它的这个曲到底用了多少进去，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曲步合也是精米步合那个步合。因为曲放的越多呢，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这里面的糖分是越多，而且曲本身有很多种，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曲越多的话，基本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呢，我记得日本的法规规定是曲至少要有我记得是15%，至少，你如果低于15%的话，它就不合规定了。当然，曲越多的话，滋味就越丰富。我甚至有喝过一个是它上面写全曲酿造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我原来这些曲呢，甚至我连蒸米都不用，我就直接用曲，因为曲里面本身就有米的成分在里面嘛，在这里嘛。这个以后再谈全曲，因为现在成本的关系，还有它酿造的风味是不是真的就已经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过之不一定是好的，过之犹不及就是应该讲说刚刚好会是最好。这酒楼里面再强调一次，有酒母，什么酒母？数酿园的啦、生园啊、三沸园啊等等的，有水。这个水其实画这么简单，其实我应该画粗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水是要把这个东西都要融在里面的，
把这个都要溶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水是一个溶剂嘛，然后它溶在里面，最后它会形成这个清酒的很重要的骨干，因为清酒再怎么样，它的浓度顶多16、17、18、19，所以至少有80%以上都是酿造水。那这个水呢，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把这几个东西混合，经过几天，将近3天的酿造，然后每天要去把泡泡可能捞掉一些，要去试它的状况，然后有时候刚开始捞上来的可能都还会有一点点酒米在里面，因为我参观过很多酒厂哦，他们都会给我喝喝看，然后有些甚至会问我说：“你猜它是用什么酵母去酿造出来的？”这个如果我知道我要去哪一个酒厂的话，通常我都会猜的比较准。但是有些酒造他会去外面买不一样的酒母，那个酵母进来啊，所以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当酒牢完成了之后，就是今天把这个杜氏某一天他喝了之后，他觉得这酒已经完成了，这时候他就要准备下面一个步骤了。注意哦，这个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去讲解，用一集来讲解。当然讲的有点凌乱，但是我现在这边实在写不下去，所以我说用各种压榨及过滤方式。我还少写了一个包含是不是要杀菌哦？因为杀菌可以用过滤的方式，也有可能用火入，就是巴斯德杀菌法、低温杀菌法的方式。但是这个部分呢，我就不再多讲，因为前那一期有提过，以后我一定也会再提。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酒的酒牢也是要经过压榨跟过滤哈，它的目的都是要去除掉那些所谓浮在上面的这些杂质，不能讲杂质啊，就是我们现在用不到的这些酒粕哦，酒粕。如果是通常这个粕我们都用米字旁了，即便它是葡萄酒，它也是叫酒粕，然后跟酒体本身分开，酒体包含什么？酒体就包含酿造水、酒精，还有香气物质，这些部分呢，就形成了这个，再加上这个酒粕的部分，就形成了酒牢。但是我现在利用这个方式，把酒牢跟刚讲这个酒体把它分开。分开过程中呢，甚至还包含了过滤和杀菌的角色和杀菌的功能在里面。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好好再谈一次哦。但是各位就因为实在是画不下了，就是把它当成是我经过这个方法之后，我就把酒水酒体跟那个酒跟这个酒粕把它分开了。那你看你分的程度哦。你运用的方式，然后分离的程度，这个酒粕有的时候是会把它挤到很干的，有的时候是那个酒粕还是湿湿的，就是所谓的干酒粕或湿酒粕的差异性。那想当然了，湿酒粕就会比较酒感会比较强，好。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过滤的过程，不管压榨过滤过程中，我们是简单的是用大的筛子只是把上面的那些显而易见看得到的东西呢，比方讲说酵母的尸体啊，或是比较大颗的米粒啊等等，把它捞掉的话呢，这样子有点像在煮水饺捞水饺的过程一样。你捞完水饺之后呢，那个水饺的汤是清澈的白色的吗？不是，它看起来是不是就是白白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当我把这个用大的筛网把这个酒粕跟酒体分离之后呢，如果我还没有做过滤的话，更精细的过滤的话，这时候那种白白的那种类似像水饺汤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浊酒。当然它更浓一点就是那个酒体会更浓，因为它更多的有一些微小的米粒，它也没有把它过滤掉，所以会让这个酒体本身呈现的一个类似像米浆、豆浆这样的颜色。
但是呢，它跟豆浆、米浆不一样的是，如果你把浊酒呢真的很安稳的放一阵子之后，它那个米粒很多东西会慢慢沉淀下去。所以你看某些酒，不一定每个酒都会这样。如果它本身已经很浊的话，就很难沉下去了。如果说它本身它有做到一定程度的过滤的话，某些酒还会，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浊酒呢，会有一点点上下分离的状况，也就是说比较重的这些米的米粒啊、小米粒啊，或者是酵母啊、酵母菌啊，或者是曲菌啊等等的，或者是中间产生的化学物质等等的化合物等等，它都会沉淀到底部去。那这个就不一定哦，但是你把它摇一摇之后，它就会变成浊酒的样子。那有了浊酒是完全就不会变的哈。这个也是题外话，就是韩国有一种酒叫做玛格丽吧，我不知道怎么念，它是马格类还是什么的哈。玛格丽就是用部队锅，他们用那个铜杯铜碗也不能讲铜碗，铜钢杯在喝的那种酒呢，很便宜，然后味道有点像小米酒一样，它其实就是浊酒，就是浊酒的一种变形。哦，它虽然喝起来也会有甜味，也会有酸味，有乳酸味。通常呢，举一反三哦，通常韩国人拿玛格丽是来干嘛呢？你说调什么鸡尾酒什么的话，那有可能啦，但是他们最主要是，通常是在吃饭的时候是配烤肉在吃的，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在吃的烤肉啊。如果是玛格丽喝完了，喝了一些开胃之后呢，通常就会喝烧酎哦，就是我们蒸露啊那种烧酒那种东西。台湾的小米酒呢，前面当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最后也会产生酒牢，也是要压榨。但是我们的压榨就很比较粗略，所以我们的小米酒真正的黄色的那种小米酒，也是类似浊酒一样，只是它是黄色，而且是不透明的。然后经过压榨过滤之后，就会产生什么清酒？清酒。所以我一直提多清酒不是日本酒，清酒也是日本酒，但是应该讲说日本酒里面清酒是属于它的一种，不然的话，浊酒算不算日本酒？当然也算啊。烧酎算不算日本酒？当然也算啊。美酒算不算日本酒？当然也算啊。在日本山梨县酿造的葡萄酒，他们有种葡萄吗？算不算日本酒？当然也算啊，这些都是日本酒。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会有一点制约化了，日本酒就以为是清酒，这基本上呢现在要把它改过来，清酒就是清酒 ，sake 指的是这个东西 ，sake 不是指霓虹酒，霓虹酒或是日本酒，它只是通称所有在日本制作、贩卖、制作的酒。那日本的 whisky 算不算日本酒？那你就要看它 whisky 是怎么做的如果它的 whisky 从酿造到它自己在弄，然后再蒸馏入桶的话，那的确就是日本酒了。那如果说他是去买现成的酒回来，自己在透过不同的统称的方式或调和的方式去制作，然后再陈年的话，严格上来讲也可以说是日本酒了，但是它就不是那么的土生土长，懂我的意思吗？不是那么的土生土长。如果各位有朋友看到这里的呢，如果是海恩的朋友呢，我最近有拿到一款日本的 whisky 这个不是海恩的朋友就听过就算了。清酒这边快要结束了，但是我讲过，这边我竟然还写一个烧酎的制作动画流程呢，就是说这个边我讲的比较快，因为烧酎以后我一定会分开再来提。各位请尽量发挥想象力哈。今天如果我把蒸米地方把它移走，当然你这边还有挂米什么什么米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蒸的时候呢，我不是蒸米，我是蒸某个东西，某个东西，比方讲，我蒸的是南瓜，应该怎么讲呢？应该讲说，我还是前面还是有蒸米这个做这样子的准备。那这个蒸米呢，就是为了要去做曲、做酒母，这个两个它还是用米来做。但是呢，有关挂米这一块的部分呢，我额外再去蒸，比如说蒸南瓜出来，本来是这样，对不对？我挂米把它分开来写，就是说它是可以变的。当前面在讲呢，是因为做清酒，所以全部的都是同一种，这是写米。但是呢，我现在这边把它颜色把它改成挂米，你看我这边也有写，我做这个表其实是很细致在做的哈。我把这个拿掉，意思是说前面的动作都是一样，都是有蒸米什么什么什么去做。可是呢，我在蒸的过程中，我除了蒸原来这些米之外呢，我额外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小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蒸米的器具呢，我不蒸米，我蒸的是 X，这个 X 可能是芋，就是芋的日本的芋就是地瓜嘛，哦，他们的芋头叫做李芋，这个芋是他们的地瓜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芋烧粥，那个芋是地瓜烧粥、地瓜烧酒，或是麦烧粥、荞麦、南瓜，甚至芝麻或者是红萝卜、黑糖等等，什么都可以。黑糖不用蒸了哈，但是你把它想象成这种农作物的东西，把它蒸 X 代表这些东西，然后 X 呢就可以，这个 X 呢就是取代这边挂米的挂 X，前面还是米哦，我强调它还是需要取，它还是需要酒母哦。这个时候，这个挂米的部分，因为我把它拿掉了嘛，所以我现在本来是挂米，我现在是把挂 X 放进去酒牢里面。这时候在酒牢里面酿造的时候，就是有曲，这个曲就是曲米加曲菌哦，曲一样的曲，一样酿造水，一样有酒母，这些都是用原来的蒸米那些去做的。但是它在加挂米过程中，它是加了不是挂米，它是加的是这些东西，然后加进去之后，一样会慢慢去酿造，变成酒牢。这个地方控制更困难哈，因为毕竟是有新的东西进去了，不是只有米而已了。然后它一样要经过压榨、过滤，最后会产生，我这边应该写说 X 清酒、X 酒、X 清酒。为什么？因为它这是原料就不会是只有米了。蒸馏好了，这些不是蒸馏，压榨过滤好了这些形成这些X 清酒的话呢，比方讲玉烧粥，这就是玉清酒嘛。那这些玉清酒呢，不会拿来喝，他们会直接拿去，其实还要再往下化，就是拿去蒸馏，蒸馏完之后就变成蒸馏酒，基本上酒精浓度是从25起跳的，25起跳呢，这个已经超过了清酒的浓度了，它本身呢那个杂菌就更不容易生长，所以甚至再往上可以蒸馏到40度或者更浓郁的45度等等的。它麦烧粥呢，它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做出一个麦的蒸馏酒。这边我先提，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讲的部分，就是说，当我在加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回到原来的那个制作清酒的步骤的时候呢，这个蒸米、曲、酒母加进来，还有水加进来呢，它其实是分成4天分别加入。
其中第一天、第三天、第四天都会看状况来加这些东西，一定都会至少都一定会加这个，而且水这个也都会加，因为它要让这个桶子里面的发酵一直保持着顺畅，所以少了什么就要加什么，而且通常4个都会少了，所以会4天有3天要加这个，分别是第一天、第3天跟第4天。第2天的时候呢，是全部的这些东西加进来的时候呢，第2天它会停止加东西，单纯的让酒母，就是这些酵母使用这些东西去发展出来它更多的酵母，因为酵母的需求量很大。为什么？因为酵母会随着发酵的过程中呢，慢慢的战死掉，因为酒精浓度会越来越高。那大部分的酵母就慢慢的就会，不能讲大部分，就是酵母就会一直死掉，所以一定要补充，要有足够的酵母。所以在第2天的状况，酒母它不会再加其他的东西，它就会让这个东西放着，不要去动，就前一天的这几个东西就放着，不要去动，让酒母呢好好的去享受这些东西，然后生长出更多的酒母出来，更多的酵母菌出来。这个过程呢叫做咏，跳舞，一个足在一个勇气的勇。所以第1天呢加入这些，第2天叫做咏，第3天呢、第4天再分别再加这几个要再加。第1天的加，日本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初天，第一次添加进去，4个都要添加。第2天是咏，都不要添加，就让酵母在里面好好的生长，长多一点。第3天种天，就是把种是一个人字旁一个中，把这4个再加进去，种天，种天。其实种这个字，他们用这个字其实跟中文是有一点关系的哈。那个我记得种好像是在，如果是有族谱，好像是要排第2吧。如果是什么伯熟种伯仲熟季，好像是这样分吧。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哈。他们叫种天，然后第4天叫做留天，留下来的留，就是剩下的我视状况加进去的，一定会加啦，通常。所以这样子的4天分3次加入，然后第2天是咏，就是培养酵母的状态呢，这样叫做4段，4段是1段、2段、3段，第1段细，第2段细，那样4段四入，四是象棋的那个四，有一个人字旁那个四，名留绅士，那个四入，4段4入，入的话是一个人字旁一个错字旁，其实我们就念成入就好了，4段4入。4段4入里面其实只有3段在加东西，就是初天，它第3天的种天，最后1天的留天，添加了天，第2天是咏，这个如果你要考 SSI， 这样就已经够去考了。但是4段4入有没有可能因为状况的变化，我增加它的4入的次数呢？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至于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每个酒造不一样，通常4段4入就够了。但是有些酒造会很刻意，他会甚至做成10段4入，我就有喝过这样的酒，非常的甜。为什么会甜？请各位去思考一下。另外，我再顺便提一下，就是如果我在做酒牢的时候，在4段4入的时候呢，我这边放的不是水，不是酿造水，放的是清酒。你说哪里来的清酒？就是可能酿造用酒精，或是我现在已经先酿造好了的清酒，我把它加进来的话，这里面呢酒精浓度是不是比较高？因为它已经不是水啊，它是直接就清酒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好还要更好，
就让这个希望这个有多一点变化，这种感觉有一点像是雪莉酒啊，或者是Amarone 这种葡萄酒，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了，但是不太像了哦，因为 Amarone 并没有加酒精嘛，但是同样都是让它目的就是让它更浓郁，其实把它加这个酒精清酒下去，比较像是雪莉酒的制作方式啊、但是雪莉酒也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以后我再讲。我尽量去类比我希望有知道葡萄酒的人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清酒，有知道清酒的人也可以知道哪些部分很像葡萄酒。用这个清酒加入酒牢去酿造出来的酒呢，通常酒精浓度比较低，而且一定会比较甜。为什么？因为它酒精度比较高，所以这个酒母啊，这个酵母啊，会死得比较快。死得比较快的话，它能够转换出的酒精，虽然说本来酒精就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也能够转换出酒精出来。可是问题它能够生产的酒精就很少。为什么？因为里面酒精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曲所产生的糖，这个酵母根本就已经死掉，用不完。所以一般贵酿，那个叫做贵酿酒，贵是很贵的贵，酿造的酿。贵酿酒呢，它就是在醪造的时候，它的酿造水使用的是清酒，它一定会比较甜，原因就是我刚刚解释的。然后这个时候贵酿酒经过这样处理完之后呢，那贵酿酒通常就是可能会比较贵，比较甜。真的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处因为坦白讲，谷类米啊，这个就算麦子也好，那种甜的东西呢，基本上还是比不上葡萄酒，因为葡萄酒有足够的酸度，那个酸度是葡萄果、莓果上面本来就有的东西的。清酒在酿造过程中也会产生酸度，分别来自于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可能然后这个酸度呢的种类跟葡萄酒的酸度种类是不一样的，请注意是不一样的。以后我再解释，它会影响到它的味道。然后我刚刚讲过了，当你把这个挂米这个部分呢，我取代用真 X 产生的挂 X 来取代去酿造出来的酒呢，经过压榨过滤之后产生的是 X 清酒，然后 X 清酒再拿去蒸馏之后就变成 X 烧酎。所以如果 X 是麦，那就是麦烧酎；如果 X 是玉，它就是玉烧酎。基本上又花了1个小时，我把这个给讲完了。虽然说总共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讲了还是有一点点的简略，留下一个问题给各位去思考。另外，你也可以问你那些自认为很懂葡萄酒、很懂 whisky、很懂清酒的朋友，任一种都行你跟他们挑战，或者是海恩跟他们挑战。如果我这边是麦，然后一路过来之后变成麦烧酎，请问麦烧酎跟 whisky 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麦烧酎本身有的也有进桶子它不见得清清如水那请问麦烧酎跟 whisky 可以看成一样的东西吗？各位有没有去买过麦烧酎来喝喝看呢？很多女孩子很喜欢 whisky， 觉得很风雅，可是在日本其实很多麦烧酎卖得很贵比方比方什么千年一探还是什么的，那个有人送我一瓶麦烧酎，它喝起来感觉跟 whisky 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中间的差异在哪里？他们解答了出来吗？好，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这一次就讲到这里为止。
请各位按赞、订阅、分享，给我一点鼓励，因为我有心想要在这个业界留下一些东西，然后希望不要只有懂一边而已，因为毕竟两边我都研究了20几年了，所以先把这个东西讲完了，交代完了以后，再慢慢再引进一些餐，我还会再提一些餐点的东西，然后怎么搭餐，或者是怎么去做餐酒搭配，或是怎么借由酒标上面我们来判断出这个酒的风味是什么，而不是盲饮哈。昨天前天有人要挑战我盲饮，说要让我在镜头前面出糗，我就问他说盲饮跟品酒有什么不一样？答不出来啊，或是他说都一样，这中间是有不一样的，请各位自己去思考哈，是有不一样的。好，今天讲到这里，那就先这样，好，拜拜。